在新加坡买房，如果开发商敢在交房时糊弄你，等待他们的将不再是轻飘飘的罚款，而是长达5年的生死禁令。2026年5月22日起，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与市区重建局正式落地一项新政，任何留下严重房屋缺陷或安全隐患的开发商，将被全面禁止参与土地竞标和新项目销售，期限长达5年。对于靠资金流续命的房产行业来说，5年不能卖房，不能拿地，基本等同于宣告破产。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，当快周转的资本逻辑撞上新加坡的强监管铁律，政府为什么要下如此重手？普通购房者的权益又是如何被制度保底的？要理解这项政策的杀伤力，得先看看我们真实的处境。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常年接近 90%， 房子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地方，更是半辈子的心血。但过去的房产市场里一直藏着一个让很多买家吃哑巴亏的规则漏洞，那就是缺陷责任期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DLP。 过去有些开发商会在拿到临时入伙证，也就是 TOP 的那一天，就开始倒数1年的 DLP 期限。可是等你走完流程，真正拿到钥匙推开门的时候，几个月的时间可能已经白白流失了。如果这时候你发现地砖空鼓、水管漏水，开发商往往会以 DLP 即将到期为借口，或者用各种理由拖延修补。这种利用时间差推诿责任的做法，不仅消耗了买家的耐心，也透支了市场信任。所以这次新政不仅祭出了5年的大禁令，建设局还同步推进了一项非常务实的改革。 DLP 的起算点必须从买家实际拿钥匙收房的那一天开始算，不再允许开发商偷时间。这是新加坡政府从细节上把购房者的权益真正落到实处。但这还只是微观层面的修补，真正让开发商感到恐惧的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资金链威慑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不就是5年不让卖房吗？大开发商财大气粗，等得起？如果你这么想，就低估了新加坡政策的底层逻辑了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房地产是一个典型的高杠杆、快周转行业，利润完全依赖资金的快速回笼。一旦被下达禁售令，意味着已经在建的项目无法回款，每天一睁眼就是高昂的银行利息。而禁标令则更为致命。熟悉新加坡市场的朋友都知道，这里的土地供应高度依赖政府售地计划，也就是 GLS。 在新加坡，政府是最大的地主，如果你被踢出了 GLS 的名单，就意味着你在未来5年内根本拿不到成规模的优质地块。没有地就没有新项目，没有项目，你的工程团队、销售渠道甚至企业融资网络都会在短时间内彻底崩溃。这对于任何一家开发商来说都是预期营收的归零。更硬核的制度设计在于连带责任。在一些海外市场，我们经常看到一种乱象，开发商为了规避风险，每一个楼盘都注册一个独立的项目公司，一旦出了严重的质量问题甚至烂尾，大不了宣布这个空壳公司破产，老板换个马甲，明年继续拿地盖楼。但在新加坡的新政框架下，这套金蝉脱壳的把戏彻底行不通。监管的准星不仅对准了公司，更直接锁定了背后的董事和主要股东。如果你的项目存在严重缺陷，不仅公司被禁，高管和股东也会被列入黑名单，承担连带责任。这种穿透式的威慑，等于把开发商的个人信誉和企业的生死紧紧绑在了一起。当违规的经济代价远远超过了偷工减料省下的那点成本时，资本自然会做出最理性的选择。那么，为什么新加坡政府要把合规成本拉到这么高？这就不得不提到新加坡独有的事前清场逻辑。如果我们把目光放眼全球，你会发现房地产交付纠纷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顽疾。不管是极度依赖高杠杆的楼花模式，还是其他地区屡见不鲜的烂尾楼危机，购房者在庞大的资本面前往往处于绝对的弱势。很多时候，监管机构只能在问题爆发后被动地进行事后罚款或者艰难调解。但新加坡这次的政策完成了一个关键的逻辑转换，从事后补救走向了事前清场。根据国际房地产咨询机构的数据，新加坡的房地产交付纠纷率一直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。这背后的底气其实来源于新加坡独有的隐形标杆
建屋发展局，也就是 HDB。HDB 不仅是新加坡最大的开发商，也是最严格的质量把控者。在历年的调查中，新加坡预购组屋的质量满意度长期稳定在 85% 以上，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市场倒逼机制。连政府补贴的公共住房都能做到严格的施工监理和高质量交付，那些收取着高昂溢价的私宅开发商凭什么敢在质量上打折扣？政府出台这项禁令，本质上就是在宣告，在新加坡，住房首先是民生底线的一部分，其次才是资本赚钱的商品。如果你的利润是靠牺牲居住安全、压缩施工质量换来的，那新加坡市场根本不需要你。这不仅是对购房者的保护，更是对整个房地产行业的一次强制洗牌。他用最残酷的优胜劣汰机制，把那些只想赚快钱、不愿承担长期责任的劣质玩家提前清退出局。当快周转必须让位于高质量，市场的信任才能真正建立。总而言之，新加坡房地产监管的每一次加码，其实都在重申一个朴素的原则：在普通人的民生底线面前，资本的利润空间必须做出让步。5年的禁售竞标令，表面上看是给开发商戴上了严苛的紧箍咒，但实际上它是给每一位辛辛苦苦攒钱，甚至掏空 CPF 去买房的新加坡人吃下了一颗制度的定心丸。买房是人生大事，谁都不希望满心欢喜拿钥匙的那一天变成维权拉锯战的开始。那么你在新加坡买房或者验房的时候，有遇到过什么让你头疼的质量问题吗？你觉得这项5年禁令能彻底杜绝开发商偷工减料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真实经历和看法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我会持续为你客观梳理本地热点，还原政策背后的真相。我们下期见。